要轻飘飘的，好像会飞一样。哦不，不能飞，要它紧紧地贴在我的心上，颜色也要和我的心一样，鲜红的。几点了？忍着点，别动。我怎么能不动呢？疼倒不怕，是你哈气净哈在我肚子上。几点了？4点差10分。哦。不错，明天我来上颜色。你知道我要的颜色，鲜红的，跟你的心一样。好啊，这回受电了。这孩子不错啊。小宝，快走啊，我们要晚了。哎，完了！对不起。就烦冯参议转告大帅，请他老人家安心等候好音就是。大帅早知沈先生一诺千金，而且算无一策，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只为廖守仪毕竟是个人物，既然他跟京督办勾得上，要协助他卷土重来，必然早有防备，故而请沈先生多加小心。天虹一生无他长，勉强还够得上胆大心细4个字。请留步啊！任莲，带我送客。是，先生。冯参议，请。大哥，快进去，先生等着你呢。是。请。这位是令弟，是舍弟人杰，先生挺喜欢他，认了他做义子。哦，少年英雄，名不虚传呐。他不大懂事，老闯祸，您多关照。少年人总是有血性才好啊！义父，您叫我。任杰，你回来了，见到你大哥没有？大哥刚送客出去啊。那个人好面生啊！大帅跟前的冯参议，是有名的智多星啊。沈先生是个大人物，就是缺少了点机心。唐大哥，你在他身边要多多留神才好啊！请冯参议指教。干二哥的为人，老二足智多谋，比人领我强得多了。可是对沈先生的忠心耿耿，就不如唐大哥你了。我也是孤妄言之，唐大哥能在沈先生面前提醒一下更好，否则就记在心里吧。成教。先生，您就不用去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干这样大的事，我能躲在后边吗？您是元帅，冲锋陷阵有我们呢。再说廖兴邦毕竟是条汉子，我也应该到他灵前一拜，只是不免要惊动他的遗体，我总觉得心里不安。义父，外面都说廖兴邦是被他自己人干掉的，你又知道？真的，这消息大致不假。廖守仪也真毒，他为了巴结京督办，
连亲叔叔都下得了手。但事后却有谣言说是我派人干的。嘿嘿，我们就再干一次，为公是报大帅的知遇，为私也算是替廖兴邦报仇。先生，您看谁来了？江南浪子，总算把你等到了。来，请。来，请坐。我们沈先生，唐大哥你认识了，这位是唐仁杰，沈先生的义子。你们少年英雄应该多亲近亲近的。我们见过了。江南浪子真是久闻大名，文斌说起请到了一位好手，大家一听是你，高兴极了。你夸奖了。都妥当了吗？行了，走。怎么好一点吗？对不起，老伤口了。江南浪子的信号我们都知道，你一咳嗽就有人要遭殃了。任姐，你戴着小帽从后面进去，小心点儿。对不起，例行公事。沈天红来了。哼，沈天红真有一手，这种假仁假义的事居然做得出来。他们自己还带着花圈来呢。自己带着花圈来，可以让花店先送来。小宝，你先去看看，叫弟兄们注意一点。是。哎，沈先生，这些花圈儿，竟敢偷袭我！
都是他们的人。他们先退出去，找机会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走，快点，快往里边去，快去！哎，再撞不开就没得耍了。嗯。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捅肚子，就算把肠子都拉出来，人也不一定会死的。小心！好刀法，过得去。好刀法，过得去。好手法，过得去。嘿嘿。好，好。事情算是过去了。廖守义虽然命大逃了出去，但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，那边也不会再利用他了。沈先生，老廖这么一走啊，我们以后就得靠您了。小乖女儿，我年纪老了，
这就不再管闲事了。你身边的小伙子才是靠山呐，今天没有他，我们怎么能在这儿痛痛快快的陪你呢？没有人家救我那下，我大概什么忙都帮不上了。哎，人家又不见了。这小子，小茂啊，在后面。后面什么？哎，怎么，你不知道你弟弟泡上了老刘的女儿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弟兄们的丧事喜事，我向来特别关心的。我去找他，我还欠他一个谢礼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来。先生，您真的要退隐？不管事了。来。今天是庆功宴，也是告别。我怎么能不去呢？义父从小把我看大，他有事，我难道像乌龟一样躲在后头？我不要你动刀子，我不要你再打架，我不要你受伤。受伤？我玩了那么久刀子，你看过我身上有刀疤没有？那是什么？我本来打算明天刺好了才让你看的。那蝴蝶，这是你的名字，你。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这样就跑不掉了。把你刺在我身上，我对那位刺花师傅说，要温柔一点，要轻飘飘的，好像会飞一样，可是又不能飞掉，一辈子都贴在我心上。你是个傻瓜。你知道我不傻，你要不要碰我，摸它一下？可以吗？你傻瓜，这是你自己呀。明天上了颜色，就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上拿走了。可以吗？我的手冷吗？浪子，我们先生有请。任杰，大家都在找你，我就去。我不喜欢那个人。是江南浪子。不，干文斌，他老找我爹麻烦。有这种事，我跟他说去。不要，我不要你惹麻烦。你老弟虽然号称浪子，不过这次我们倒希望你能在这儿住下去。阿秀不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。沈天虎，你料不到啊！啊！
大哥！电灯，快开呀！怎么搞的？他妈的，你还没死够！老二，他已经死了。义父，义父，先生，先生。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得赶快准备一下。白天刚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这儿又是酒站，公共场所，地方上虽然都是熟人，但是他们也要向上面交差呀。我想，我开码头去避避风头，把事情都推在我身上。大哥，先生虽然有退隐的意思，现在顾去了，我们还要干下去，别让人家笑话。以后的事情，全靠你了，老二。这件事应该由我来顶，你不用说下去。不行，我们要干下去。先生这一死，你就是头了。顶罪潜逃的事情，无论如何让我来。宅里战事没有我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你统管人事、财政，少掉你怎么干得下去呢？养大的，我知道。那就这么办，你立刻离开此地，到南边去。警察那边我们就说你畏罪潜逃，最多1年半载，我们就接你回来。任杰，你的生活我会和南边的朋友联络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老刘，这儿的事情一句也不准乱讲，知道吗？是。快走吧。过来，先帮忙这儿，你们都过来，快点！来，快点！
啊！我得快点忙起来。没钱，也没有信，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到底怎么搞的啊？哼，几个月了，始终音信全无，哎，真是。哎。何必呢？有钱不要，情愿去做苦力，啊！你们那边不管你，我们这儿愿意要你。像你这样年轻的好手，只要你肯愿意在我们这儿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，啊！从前我跟着大伙干，是为了报答我义父。从此以后，我要清清白白。顺便告诉你一件事：今天码头上出了意外，如果有人打我的主意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喂。你要不要看呢？要不要？我先让你看一次，免费的。居然想动我的脑筋，还说那边没给我汇钱来，就为了那点钱要杀我？不是钱，是真的没有汇钱来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肯给你做事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只是听他们的吩咐，
那5个人，他们什么人？是你们的人，你们那边派来的人。刘松，你跟着我干嘛？啊！林杰，是你回来了。你消息真灵。你们派来杀我的那5个人是谁？他们在市场里对我下手，我才发觉那5个人的脸我不认识。我不知道什么5个人。那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大哥派你来的吗？在这里。小茂，你也来了。任杰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小茂，1年不见，你的刀法总该有进步了吧？还捅人肚子吗？任杰，你怎么了？问你自己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也要杀我？你弄错了，我盯着刘松来的。任杰，小宝啊，你还醒不醒皮子？阿三，你也走吧，多给你1个月工钱，下次开店大的，请你做掌柜的啊！快，来，拿着。这小子不错啊。嗯。自从甘文斌当手之后，我就离开了宅里，跑出来，开了这家倒霉的铺子。我干妈借的钱，我看的房子，正对车站，总想有一天会给我看见你从里边冒出来。今天一早，我看见刘松跟几个小瘪三在附近晃，心一动，就盯上刘松了。果然给我见到你。哎，坐啊，来来。红豆汤还热。嗯。任杰，你不能再回宅里了。你是说，我大哥也走了？我没说清楚，他不是自己离开的，他
他是给赶走的。什么？他当守刚半年，甘文斌就向大家伙告他一状，结果大家一决就把他赶走了。什么罪名？贪污舞弊。有证据吗？你忘了，宅里的财务是甘文斌管的，他有账，字据一大叠。我大哥记事不好，甘文斌也用不着派人暗杀我。我寄钱给我，封锁消息，盯我烧。这我不知道，你是大哥的亲兄弟，也许他怕你报仇。他看扁了我。我大哥真要做了坏事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袒护他。他现在人呢？我大哥，他完了，整天喝酒，睡在南门夜市场的阴沟里，现在可能还在那儿。我去找他。还跟我吗？我店都收了。吃饱喝足你就想开溜，妈的，瞎了眼！怪不得人家把你赶出来。喜欢喝黄汤，我就免费给你灌个痛快。大哥，大哥，人杰，你回来晚了，我已经晚了。你真的贪污舞弊？红豆汤。甘文斌和我一起用的，我签的字。我发现甘文斌谋害先生，义父是被甘文斌害死的。甘文斌就先发制人，坑死我，料定从此就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。甘文斌和赵海山、徐丽勾结，挑拨先生去跟廖守义火拼。甘文斌知道我一定会叫你去顶罪，把你调走之后，又把我赶出来。现在他背后有京都办程耀和徐丽、赵海山，把两家的生意并在一起，由他统管一切。现在许丽管迎春楼，赵海山负责永新布厂。蝴蝶的爹呢？老刘已经死了，大概是甘文斌怕他知道事情太多，灭的口。蝴蝶呢？我有半年没有接到他的消息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。小猫，他爹死后，我就没有再看到他。
先生，请你进去。任杰，你到底回来了？哈，坐。这一年来真委屈你了。哎，坐。我知道，很不公平，应该是我或者是你大哥要受的苦，却叫你一个人顶过去了。好几次，你大概不相信，我都想叫你回来。你早该这样做了。哦，那我大哥也不至于那么惨。真抱歉，大哥的事我无能为力。我不爱打官腔，不过公事公办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倒是你很有劲儿，说回来就回来，也不让弟兄们有个准备，好好跟你接风啊。不敢，已经领教过了。有这么回事？就是那5位弟兄，在南边想把我当阉鸡一样的宰掉。然后是昨天下午车站里的刘松，昨天晚上在小茂家附近整晚有人守着。我离开才1年，就变成这儿的大人物了。我不明白你的话，任杰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不过，你这回的吃亏实在太大。这样吧，我把长福酒楼和那一带，从今天起都让你来管，就当做给你的补偿，怎么样？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？哈哈，当然是我了。我尽管这先生的产业，天性越做越兴旺。谁承认你的资格？哦，你不承认？你猜对了，甘文斌。我心目中没有别的人，我也不要什么好处。从此以后，我要清清白白的做人。别当你做的事没有人知道，别以为你有个靠山。先找赵海山、许丽算账，跟着就是你。我要替义父报仇，等着吧。这个你也不用挂了。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呢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阿小姐，你让开，他是我们迎春楼的人。哎，长不要乱动啊！阿小姐，我知道你以前是沈先生的手下，我现在还是沈宅的人，甘文斌的人。阿小姐，我没空给你歪缠，这个说的把他带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他妈的，你的卖身契在我这儿，不回去得回去。小姑娘，我本来在布厂做工的，他们骗我，逼我，我不干，我不干。啰嗦，带走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还不松开手！姐，林敬武，你也敢说是沈宅的人吗？堂堂正正替甘先生做事，我怎么不敢说？来呀，亮刀子！哼，大家都说你是第一把神刀，我就不信那个邪，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保不住，让他每天抱着20个男人睡觉，你发什么狠啊你？啊，你说什么？那张耳朵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快点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！快说！蝴蝶，蝴蝶在哪里？迎春楼，他真是在那儿，你没弄错。许丽说蝴蝶这2个字好听，
连名字都没改。大爷你来了。请问有没有熟的姑娘？蝴蝶啊，12房蝴蝶姑娘。请。这边呢。二爷，您来了。快点好吗？怎么？你不脱衣服？啊，任姐，任姐。你回来了，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回来看你脱衣服来了。任姐，我回来看我大哥被人踩在阴沟里，回来看你在这儿脱衣服。你知道吗？在南边也有个女人要脱给我看。哼，来嘛，我让你看看，免费的。你比他还不如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晓得躲在黑暗里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任姐。你不要再叫我的名字，我受不了。你已经叫过几千几百个别的男人了。我叫你名字的时候，我只能感觉你的呼吸，你的热气，你的味道。你叫我的名字，你只会把我的味道跟别的男人的味道混在一起，臭的。他们说你一天抱20几个男人睡觉，我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。我自己已经够臭了。任姐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早该死。不过为了要见你一面，不过为了再看看你，看看你。蝴蝶，蝴蝶，不要紧了，这样好多了。再听你叫我，抱我。蝴蝶，你为什么？真值得，爱了那么多晚上，那么多男人，就等你抱我一次，人姐，这值得。哎，各位，请屋里坐啊，站一站，站一站啊，行行行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啊，这个。你答应我，第2天上了颜色给我看，你就那样走了。我一到南面就上了颜色，我一直带着你，贴着你。爹死了，甘文斌把长福楼收回去，我没有钱葬爹，我去求甘文斌，他叫我找许来。
他第一个逼我，一直在我的心上，一直都没变过。然后是赵海山，然后是一大批人，一大批人。你从来没有变过，一直在我心上。只有等你回来，人家，我只有等你回来。你一直在我心上，你也没有变过。不要离开我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玩够了，该走了吧？不要怕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我们离开这儿。还做戏呢？收不收门票啊？别理他，他们不敢再惹你。我在这里。你们敢碰我老婆一下，我叫你们通通没命！啊，他老婆？人家，我现在就带我老婆走，敢动手就过来！蝴蝶，叫我老婆，我喜欢你。我赶紧死，你快走！你怎么不叫疼呢？我让你换过第二个样试试。来。
小啊，叫我一声爷爷，我就饶了你。甘先生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这小子还不该死吗？哼，该不该死由我决定，还轮不到你拿主意。你想收买他，把长福楼给他，可惜他不领情啊。你这是对我讲话，我要怎么跟你讲话？甘先生，你懂不懂欲擒故纵？我先给他好处，稳住他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。我不用绕那么大的弯儿，他现在已经在我的手里，我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干掉他。可是你在迎春楼闹得天翻地覆，死了10几条人命，给汕头看着了，我们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。我没你那么多阴谋诡计。要是没有我的阴谋诡计，你跟赵海山会有今天。你干的好事，但我不知道。你把赵海山厂里的女工弄进迎春楼，跟公家开花账，算是从外边买来的。甘文斌，你也别忘了，你有今天的地位，也是我跟赵海山帮你争到的。你现在又用对付唐人林的那一套，把什么事儿都想赖到我们头上。哦，你他妈的现在神气了，忘了那个时候和人林盗用公款，怕被人发现，瞒着人林找到了我们，要我们替你卖票，还请来了江南浪子借刀杀人，趁机干掉了沈天红。啊！来，再说，想造反还早。他刚才也提起了你，你大概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？我没有啊！这许地王八蛋，他老要扯上我。把这小子拖出去活埋算了。是。哦，唐人林。原来是你们几位。唐大爷，你闪开点，我们还有事。你有事啊？我也有事，大家请便啊。哎呀，真舒服，睡在这儿。这个人，唐大爷，你再不走，我不客气了。啊，云杰，小帽是云杰。云杰，给你。
子有种，你等着！唐大哥，啊，你们是江南浪子，怪不得你的咳嗽声。1年多不见了，到处听说不少关于这里的事，突然想回来看看，没想到。唐大爷，你还跑？你没有地方跑了。才回来1天，说去找甘文斌、徐丽。哦，还有救啊！别担心。你们往那边跑，引走他们。人杰我带走，快！谁呀？这么晚了？我江南浪子。啊，你回来了。等下再高兴。想不到你还收集男人衣服。我连男人都收，你以为我靠什么吃饭的？今儿晚上你怎么没收啊？我刚在门口还担心呢。免提，今天我吃斋。好好一个孩子，给揍成这个样子，女朋友也给卖进迎春楼。什么？他那只蝴蝶，我记得我们还见过他们俩。你说蝴蝶给卖进了迎春楼？谁干的？还有谁啊？就是你的好朋友甘文斌干的，还有徐丽跟赵海山这2个小子。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没跟他们俩睡过觉。你看看这小姑娘，就是他们从赵海山的布厂里边弄出来，卖给徐丽的迎春楼，真是造孽。江南浪子干什么？那个叫玲子的姑娘，阿秀姐昨天带她来，我们现在要接她回去。你先回去跟甘文斌说，玲子我留下了，叫他以后别再派你们这些东西到我这儿来现用。你们太脏了，你再告诉甘文斌，要不要我替他洗一洗？你杀了沈先生，我义父。我不知道他已经打算归隐，还当的是廖守义之类的那种人。人家大哥，你躺下。你杀了我义父，你救过我一命，我还欠你一声谢谢。我救过你，是。我那个时候太天真，
不必后悔。你知道我伤好了会怎么样？我知道。我要杀你。我等着。好了，你滚吧，不要再来看我。你好好照顾他。是啊，上面不是还有啊？那有点真不灵啊！哎，这个不坏啊！小官长呀，朱掌柜来了啊！这咱们上面还有啊。甘先生，这件事确实是许丽一个人在搞鬼。我把女工送进迎春楼，从来就没有收过一个钱呢。和你们比起来，我和唐仁林以前也真太小家气了啊！甘先生，好了，过去的事不谈。你再挑一批女工送来，这一次……那当然，这一次绝不开公账。明白就好了。也许你觉得我处置许丽有点过分。不，没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上头已经不再相信我们了。也许你听到了风声，有人在外面招兵买马，说是大帅就要回来了。我有可靠的消息，背后就是那位冯苍义。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点儿，不能像许丽那样胡来。是。秀姐不在，她有堂会，等下就回来。她回来，你告诉她，她救了我一命，我谢谢她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躺下来歇着，要到哪儿去？我要走了，不要靠江南浪子的庇护。大哥，别管我。大哥，我跟你走，你也救过我，我不能叫你带着伤跑出去，没人照顾。我会连累你的。我知道。到我兄弟家里，小茂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这一年功夫，你可越爬越高啊！这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罢了。我们这样的人，谈不到国家人民那些大道理。不过，你觉得那些军阀真靠得住？他们能捧你起来，也可以摔你下去。所以我是步步当心。老弟，留下来帮我吧。啊！甘先生，唐人杰又露面了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赵三爷布场附近巷子，还带着铃子，弟兄们都跟过去了。刘松，你再带几个人去看一看，一定要抓回来。哦。怎么玲子又和唐人杰泡在一块儿了？我还说要把他收下呢。别急，带回来以后我还是交给你。那就多谢了，这一趟总算没白跑。走了。哎，就在这睡吧，我叫人替你留房间。啊，跟阿秀还有约，他比较对我胃口。哦。卷，咳嗽，什么事啊？甘先生，
我跟你说过，昨晚上救走唐人杰的人脸上蒙着白手绢，可是我没告诉你，在事前我还听见父亲有咳嗽声，我当时没想到是。唐人杰在哪里？就在后面，我们打算埋伏在这儿等他。我情愿死在这儿。你没看他们跑进来的吗？见了没？进来个屁！饭桶！我看你们怎么向上面交代！快回头去找！是。大哥，这是永兴布场，我本来是在这儿做事的。你还救我？你是条汉子。我算完甘文斌的账，就杀你。所以，我不能让人先把你杀掉。文清、淑美、慧萍、李真、小林子，小林子，快帮我救救他！我从迎春楼逃出来，是他救我的。哦，快到我们宿舍去。啊，快！林子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是啊，嘘，轻点。浪子哥哥，你不来吗？他交给你了。女工宿舍，我吃不消。看看来你的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回来了？怎么假的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小声一点。哎，大家快别吵，给工头知道了不得了。林子是从妓院逃出来的，这位先生救了他，我们快想法子把他们藏起来。林子给卖了出去，好不容易才逃回来，我们一定得帮他。哎。看来你收错男人了。浪子，你快走，他们吃不掉我的。怎么，现在不咳嗽了？走。
我待你怎么样？要不是冯参议身手，世上早没我金老三这个人了。你是我再生的父母。我只是说句好话，生杀之权可不在我手里。是，那是大帅的恩典。你明白就好。如今叫你为大帅做点事儿，怎么拖了一天又一天？不，冯参议，你听我说。不用多说了，你现在找到了多少人？人是不少，但真正能派用场的，只有20-30个。 20-30条汉子，绰绰有余。方参议，甘文彬是人多势大，20-30个不够啊。我说够了就够了。是，方参议。后天是沈天红的周年忌辰，甘文彬一定要假惺惺的做作一番。你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。你说硬攻进去？攻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把这些带去。小林子，唐大哥出来吃饭了。对不起，今天替你撒了点胡椒。挺好，我从小就喜欢吃辣的。刚才刮了一阵风，饭上都沾了沙子了。走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说爷爷不要！哎，谁叫你爹赌钱输了啊？喂，还不赶快收拾东西？哭什么？哭什么？今天晚上就有男人来抱你们了，总比你们晚上搂着枕头睡觉好得多了。哎，快点啊！把自己的东西也拿出来啊！哎，快点吧！办完了事，我还得赶到城里去呢。唐人杰，我找了你好久了，赵寒山。把这些卖身契都烧掉，钱你们拿去分给大家做路费。快回家里去，别让这班人再找到你们了。大哥，我跟你走。小玲子，我不能照顾你，你回家去。请问您
们都是给买来的吧？是的，是的。你们的卖身契，快拿去烧掉，回家去。赵海山已经死了，我就去找甘文斌算账。任姐，小茂，任姐，小茂，走吧，走。今天是沈先生周年祭神，唐大爷说不管有没有你，他一定干那甘文斌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唐大爷守在甘文斌那边，我守在这边，知道你除非死了，不然一定会找上他们。哎，你看到江南浪子没有？江南浪子，他也给甘文斌捉去了，还有阿秀姐。啊。来，雅正。你在想什么？假如他们把我们俩绑在一块儿，那有多好啊！怎么样好法？到了手边的男人都吃不到，多丧气啊！老天保佑！你还救我？我欠你的，你救过我2次。这下扯平了，这下扯平了。小茂，秀，怎么了？小茂，你先送秀姐回去。不行，我要跟你。小茂，我把店都关了。我也喜欢你跟我的。今天特别，我和他们的事，我不要牵累你。明天，下一次，我一定找你。哎，到底怎么样嘛？你收错了男人了。走吧，小茂送你回去。你们走吧，我们要进去了。阿秀姐，你一个人先回去吧。怎么？我得回去帮任杰。看这个，招财好，招财好！来，白虎，通吃！不见得。甘文斌，你完了！诸位兄弟，你看看他脸上的汗。甘文斌，你和我大哥营私舞弊，为了怕我义父发现，和对头赵海山、许立合谋，雇请了江南浪子，在去年今天设计杀我义父，又出卖了我大哥，把罪名全赖在他的身上。自己把持了沈家产业，又勾结官场逼良为娼，无恶不作，不仁不义。我唐人杰今天要在诸位兄弟面前挖你的心。你含血喷人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！
江南浪子。去年今天，是甘文彬请我杀掉沈天红沈先生。啊！走，我们走。甘文彬，你临死吧！ 唐人杰找姓甘的报仇，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不管。但是行有行规，咱们只能用真实本领，谁都不许用枪。 小茂，人家是我自己的错，我要去捅肚子。小茂，唐仁林，甘文彬，报仇。
江南浪子，你今天杀了很多人，太累了。不打了。我本来早该跟你说明白，不过我总觉得那样是向你求饶。现在我知道你有机会杀我，也不肯下手。我知道你怪你自己下不了手报仇。其实，我错杀沈先生，我比任何人更悔恨。这次我回来，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赎罪。我从小在这圈子里鬼混，也像你一样，别人看着我很狠，但是自己心里没有一天是安稳的。临了，我参加了南边的国民革命军，你上面派我来，是要我混进这个圈子，釜底抽薪，不让军阀利用。我不知道沈先生是好人，而且已经打算归隐，所以我才故意接受甘文斌的雇佣，把沈先生杀死。事后我才知道反而帮了甘文斌作恶，所以你才救我。恰恰相反，这又是我做错的事。
军阀又要换班，新官不相信甘文彬，另外组织了1万人。在我的工作立场上，应该利用他们火拼，而不应该帮你报仇。今天甘文彬的人都在这儿，对方一定知道，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依我看，那班人就会在今天发动。现在是成了我一个人对付一大帮了。不，2个人。我是为了革命工作，为了自己犯的错误赎罪。你何必？我也是赎罪。我这一辈子从头就错了。任杰，杀吧！任杰，
你是好汉，这些坏人一箭之中都给消灭了。连我们自己，以后社会上再也没有这种人了。我总是欠你情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替我把